近期，我国海警出动了万吨级别的巨舰前往南沙岛礁，并在此处和马来西亚的军舰产生对峙。面对我国海警船上携带的76毫米舰炮以及630副炮，马来西亚派出的却是700吨级别的军舰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这段时间，在美国的带头下，不断有其他国家在我国周边搞事情，让我国海军和海警都有点忙。特别是海警，接连几次在执法过程中都遭到了对方的抗法，让我国海警不得不采取手段进行警告。并且随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海警那些几千吨级别的小军舰都有些不太够用了。因此，这次我国海警出动了万吨级别的巨舰，前出南海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利益。本次事件中，我国海警发现了一艘马来西亚的 Ramphur Thor 号勘探船，在南沙群岛进行水下勘探活动。由于事发地位置敏感，再加上这艘船只执行的任务比较特殊，因此在南沙岛礁进行巡航的海警5901号舰前去进行跟踪监视。而马来西亚军方在看到这一情况后，紧急出动了一艘护卫舰前去护航，并对中国海警的这艘舰艇进行了持续的跟踪监视。为什么我国海警出动这艘舰艇能够引发马来西亚军方如此大的反应，甚至是直接出动了自己的军舰呢？因为海警这艘5901号舰的来头可不小。虽然这是我国的一艘海警船，但其吨位却达到了12000吨，和我国的055大区一个排水量，是我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海警船。武器方面，除了装备了一门口径76毫米、射程可达17公里的舰炮之外，还装备了6管30毫米的机炮和多挺12.7毫米的重机枪，在火力配置上已经不输于一些护卫舰了。如果说再配备上一些垂发系统的话，已经能够充当一艘主力舰来使用了。在看到我国海警出动这么一艘万吨级别的大舰后，马来西亚知道，即便对方是一艘海警船，那也不是自己一艘勘探船能顶得住的，所以赶紧摇人，让马来西亚军方派出一艘军舰来护航。结果这不护航还好，一护航这节目效果就来了。马来西亚派出的111号 Caris 滨海任务舰正是从我国这儿购买的。在17年，马来西亚国防部和我国签订了2.8亿美元的合同，购买了18艘滨海任务舰。第一批4艘中2艘由武汉船舶工业建造，2艘由马来西亚本土造船厂建造，后续14艘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全部在马来西亚本土建造。不过后来马来西亚政府换届之后，这个项目被删除，后续14艘全部取消，最终以2.5亿美元不进行技术转让的价格只建造了前4艘。从相关配备上来看，这艘军舰性能的确不错，配备了 SR-47AG 型搜索雷达、HEOS-300 型火控雷达、HEOS-100 型图像监视系统。但要知道的是，这4艘军舰的价格也才2.5亿美元，平均一艘军舰才6000多万美元，这就注定了它不是一款大型战舰，排水量仅为700余吨，这也就导致这艘军舰的火力配备很弱，只有一门30毫米的舰炮和4挺机枪。以我国海警这艘5901舰来看，就算不看上面搭载的武器，仅从吨位上对比都能形成碾压了，一艘都相当于17艘马来西亚这样的军舰了。所以说，马来西亚派出的这艘船，与其来说是护航，还不如说是给别人壮胆的。或许是觉得这样太丢人了，马来西亚在后来还出动了几打级护卫舰，对我国海警的万吨大舰进行监视，以防自家的舰艇别又被这艘巡逻艇盯上而摇人。这次的护卫舰相比滨海任务舰，性能算是上升了一个档次，已经配备了一门76毫米舰炮和2门30毫米机炮。但很可惜，这艘护卫舰和我国海警的5901舰比起来，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它的排水量只有1500吨，即便是满载也只有1850吨。把这艘护卫舰和另一艘滨海任务舰加起来，也只够我国海警5901号舰的零头。所以说，
这次我国海警在和马来西亚军舰的对峙中，算是全程都占据了上风。不然的话，现在也不会依旧在南沙群岛中保持巡航。对于我国海警的这艘万吨巨舰，有人可能还很好奇，为什么之前关于它的消息这么少？在之前几期的新闻中，主角都是海军退役给海警使用的056，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这艘万吨巨舰的身影。这就得看我国的领海面积了。我国领海面积广大，在南沙岛礁处，我军并没有补给点，而南沙岛礁离大陆最远能有2000公里的距离。对于我国海警056这种小型护卫舰来说，无法支撑这么远距离的巡航，只有派出5901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舰艇才能满足需求。而其他国家的舰艇在看到这万吨级别的大舰之后，自然会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。中国的领海和岛礁主权自然就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。